所以它通常要人工的检查结果。它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检查结果，就是你如果写一些 consortium， 可以检查一些结果。但是如果你数据结果改变了，它这就没办法，就是 dynamic 结果它没办法检查。所以很多的功能它做不到这种检验结果，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另外一个，所以这里存在这个你要自动检测结果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跟写好的东西比较，这是一种通常做。还有一种呢是说我生成一个 Oracle 出来，它叫 Oracle， 就是我 expected 的结果应该是啥样，我可以生成给你，我告诉你这个 data 进来，因为是动态的嘛，所以它应该是这样的结果。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检验了。但是往往这个时候是做不到。再一个呢就是生成，大概包括哪一些生成？你看啊，这个中间是生成的，假定你有生成的工具，你这边是其他可能可生成的东西。第一个叫 item， 现在很多公司没做这个事，应该做这个事。这个应该是 planning 的一个部分，你应该把这个 item identify 出来。你说什么东西是应该 automate， 可以 automate， 因为有些东西不可以 automate， 这个东西叫 identify。然后呢，当然是 document。少不了，就是 test case，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 script， 然后呢就是 data 和 case。所以这些 ideally， 你如果做生成的话，你就要问生成什么，哪一块？你是生成 random data， 还是生成 test case 啊，还是生成 script 啊？到底生成什么？现在大部分的集中点都是在说，我没办法生成，我只是运行。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唯一它可以生成就是 record replay 的 script， 它可以生成，现在是这样做啊。这种呢是现有的方法，在过去那么多年，从1969年第一篇 test paper 出来以后 ，software engineer community 做了这么多年，快将近40年的 work。他们做了哪一些 research？ 你仔细看，生成有很多 paper， 都讲了不同方法。但是实用的很少，所以但是呢，不同方法这个概念和方法是可取的，所以你可以看，有的是用户 scenario oriented、scenario based， 像 record replay 就属于 scenario oriented，OK， 还有一种是 API based， 因为你如果是部件的话，我有很多的 API 嘛，哎，那我要 exercise 就是 API， 哎，那 API 好处它的 signature 已经给了，所以它的参数已经给了，你根据参数你可以生成一些测试。还有是 rule base， 就用 knowledge 做，还有就是 table base， 这个很多人用 table base。再一个 syntax base， 你如果是假定是 communication program， 中间有 protocol 嘛，协议嘛，协议很多是有语法的。那如果你 test 这样的 program， 你可以用协议生成的办法来产生 message。OK， 当然 random 是 popular use， 随机生成的数据。model 最近是非常 hot topic， 用 model base 生成测试。还有一种呢是 structure base， 大概是这几种生成的方法。很可惜，各种各样的方法很多，但是比较可以接近用的 random 类是比较容易接近用的，其他的发现都缺这么临门一脚。所以那个工具为什么没用，就在这儿，缺临门一脚。OK， 那作为覆盖分析来讲，大概要做什么？你仔细看啊，这个是假定是黄盒子是一个软件，是你的部件也好，系统也好，它设计的就是这几块，一个是里面的 internal structure、internal behavior 架构和结构，以及它的动态的，还有一个就是它跟外面相交互的，比如 interface 用户的，或者 interface 跟其他 program， 因为其他 program call 它，或者其他 program 跟它 communicate， 这些都可能。所以你如果覆盖率要讲覆盖率的话，实际上应该讲这些白盒子的相关的覆盖率。
用户有关的覆盖率，跟其他 program interaction 的覆盖率，哎，然后跟 behavior 有关的覆盖率，还有跟其他 software 之间 interaction 的覆盖率，这几个你就是这几个问题。所以现在所有的覆盖率，你仔细想，无外乎就是这些覆盖率，要不就是里面的，要不就外面的，要不就这样。那我们需要什么？如果说我现在今天要做测试自动化，我需要做个 project management， 这几个需要。一个当然要一个 team 了，要能够做测试自动化的人，对，要一个 engineer team。再一个呢，很明显，你老板要愿意出这个钱，哎，老板说呀，我给你一个 team， 给你几个月时间或者半年时间，给你多少 project money， 你要做这事，所以你 manager 一定要 support 这个事情。再一个就是 plan 和 strategy， 你要一个计划，然后一个可行的、很清楚的你的 strategy 怎么做。你如果很多做测试自动化不去考虑这个问题，说我买一个 tool 就行了，结果做出来不行，因为他从来没考虑这些事情，这是个问题。所以在 plan 里面你要考虑这几个，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达成什么东西？你现状是什么程度？你要改进在什么地方，对不对？然后你准备用多少钱，准备用多少是时间，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然后用什么办法。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然很自然，你需要 engineer， 当然是需要 smart engineer， 但是问题业界有个反应，找不到 qualified 测试自动化 engineer， 原因很简单，一个是没有这门课，学校出来的学生不懂什么叫测试自动化，只懂说我会用某一个 tool， 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没有 training 嘛。第二个呢，就是说现有的工程师，要不就是做开发做很久的，要不是做测试做很久的，不知道怎么做测试自动化，这是一个问题，经验很少。idea 的测试自动化的人是两个都有，他有开发的经验，有开发的 skill， 他也有做测试的经验，测试的 skill， 这两种人合在一起才是比较 idea 的 case。最后这个是往往大家忽视的，就是要维护。你做了一个新的测试工具和环境，你不维护，第二年或第二个 release 就没用了，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往往就是这个问题。他们在做测试工具做 environment 的时候，他没有把它当一个产品来做，他也没有把它当成产品的一个部分，他只是把它当成我现在要完成这个 release， 结果这个 release 做完了，测试自动化它就做完了，等下一个 release 发现前面做的东西，因为要不就是工程师已经走掉了，要不就没有 document， 所以其他人就不能做，这一个问题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 maintenance 是一个问题。那现在他面对什么问题 ？issue 是什么？如果要做自动化，大概要碰到什么问题？几个最基本的问题，通常失败就是这个造成。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现有的 process 不好，现有的测试 process 是一个 ad hoc， 我们叫 ad hoc， 就是没有规范的，没有按章办事的，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反正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今天张三做，明天李四做，做出来结果完全不一样，或者做出来结果呢，方法完全不一样，都有可能。或者叫同一个人做，这个 release 跟下一个 release 做出来的东西完全可能不一样。这个就是 poorly managed test process。OK？ 那如果你现在是这样的 process， 你说我要来自动化来做，通常就不要想，因为有很多人以为说我现在 process 不好 ，quality 不好，我弄个自动化工具进来就好了，没有门儿，这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这第一个大问题，很多测试自动化 failure 出现就是问题。首先它就是还没有变成一个好的 process， 他就想基于说自动化，就等于说你还不会走路，你怎么能跑？跑不起来了，对不对？走路都走不好，你先把走路走好再说了。OK。第二个呢，就是 late engagement， 就你进去的时候太晚。就是刚才我讲例子，他 release 1他不想测试自动化，release 2他也没考虑这种，到 release 4了，